你每天搭的新加坡地铁可能比你想象中聪明得多。这列车不仅在你上班，还在偷偷给脚下的铁轨做体检。而且最关键的是，它不用停下来检查，而是你坐在车上的时候，就已经顺手把轨道查了一遍。如果你每天早上挤环线去 CBD 或者去 One North 上班，这件事你可能从来没注意到。你脚下这列列车不只是把你送到公司，它还在一边跑一边给铁轨做检查，不是停下来查，而是在课时就顺手查完。配合2026年7月环线6期通车 ，Keppel、Cantonment、Prince Edward Road 这3个新站接上之后，23列新的 C851E 3代环线列车将投入运营。真正值得关注的，不是车厢灯光有多漂亮，也不是座位有多舒服，而是这批新车带着 ATI 自动轨道检测系统和状态监测系统。很多人会把它理解成新加坡地铁又换了一批新车，但我更愿意把它看成一个运维逻辑的分界线。新加坡地铁正在从坏了再修走向提前发现、提前预警、提前处理。你可以把它理解成，以前是等人生病了再去急诊，现在则是把体检、预警、复查全都提前塞进每天的通勤里。对乘客来说，这听起来很技术，但落到你我身上其实很现实。它决定的不是车厢新不新，而是你明天会不会卡在月台，会不会因为一段你看不见的轨道问题被迫改道、迟到，甚至重新安排行程。所以这23列新车真正升级的，可能不是坐起来更舒服，而是新加坡地铁有没有能力在故障爆发之前就把麻烦提前挡住。先说为什么这件事重要。新加坡地铁每天大概凌晨1点半收车，首班车又很早，真正留给工程团队的维护窗口通常也就3-4个小时。以前怎么做？很传统，靠工程车，靠人，靠夜里走在线路旁边看、摸、听。问题是，新加坡铁路网络已经接近250公里，这种做法再认真，也很难把每一处很细小的金属疲劳、扣件松动、轨面异常都抓出来。现在这批新车把一部分巡检工作直接搬上了营运列车。大白话讲，就是列车底盘多了几双眼睛、几只耳朵，高帧率工业相机看表面，激光扫描看形变，热成像看异常发热，超声波去找肉眼看不到的内部问题。列车正常跑的时候，系统会持续扫描轨道扣件、钢轨裂纹、轨面波浪磨耗，连接处供电相关状态也能一起看。重点不是拍几张照片，而是把这些数据连续记录下来，这样系统就能发现某一段轨道这周的磨损速度是不是突然变快了，某个部件是不是开始偏离正常值。以前是出事了，大家才知道那一段有问题，现在更像体检报告先出来，工程师晚上直接去处理最需要处理的点。纽约、伦敦这些老系统也有检测技术，但要把高精度动态巡检深度塞进日常载客列车，而且还是在高度自动化的干线网络里常态化运行。新加坡确实走得很前。说白了，这不是给列车加一个酷炫功能，而是让列车从交通工具顺便变成移动中的基础设施医生。如果你在新加坡待得够久，应该记得那段很烦的时期。2011年前后到2015到2017那几年，南北线、东西线出问题，不是什么稀奇事。对很多上班族来说， MRT 一停，整天节奏都乱掉。那几年，铁路可靠性不只是交通新闻，它直接变成民生和政治焦点。因为在一个高度依赖公共交通的城市里，地铁不是锦上添花，它就是很多人每天能不能准时上班、接小孩、赶会议、看医生的底盘。后来，新加坡抓了一个很硬的指标，叫 MKBF， 平均故障间隔公里。意思很简单，列车平均跑多少公里才会出现一次超过5分钟的延误。2017年，交通部长许文远给全网定下100万公里的目标。当时不少人听了半信半疑，因为更早之前，有些老线路的表现离这个数字差得很远。现在回头看，这个目标不是喊口号。根据 LTA 近年的铁路可靠性数据，全网平均 MKBF 已经长期维持在160万到198万公里这个区间。
明显高过当年的门槛。环线今年的表现尤其亮眼，做到246.4万公里，滨海市区线甚至一度超过270万公里。这说明什么？说明新加坡这些年不是单纯买新车，而是在把整套运维体系重做。现在这23列带自检能力的新车上来，目标也很明确，就是把高可靠度继续锁住，不让系统再轻易滑回去。讲到这里，很多人会马上反问一句，既然这么先进，为什么我们还是会碰到延迟？尤其东西线和南北线偶尔还是会出事。这个问题必须正面讲，不然就只剩宣传味。第一，老线路和新线路先天条件差很多。南北线、东西线已经运行接近40年，虽然这些年一直在做核心系统更新，但很多底层设施就是老系统。你可以换器官，可以换神经，但老骨架的维护难度还是更高。环线、滨海市区线、汤申东海岸线这种较新的线路，原生就更适合接自动化和高密度监测。第二 ，ATI 不是万能药，它主要盯的是轨道、扣件、物理结构、部分供电接触状态。可现实中的大延误，很多时候是信号系统匹配、软件逻辑、电力设备跳闸，甚至多个子系统之间的联动问题。这个不是多装几个传感器就能一次解决。第三，新加坡地铁班次太密，高峰时段2分钟左右一班，列车因为安全保护机制多停一下，后面整串车都会被拖慢，所以你看到的可能只是10分钟延误，背后其实是整条线在做风险隔离。真正该看的不是故障有没有归零，而是灾难性的风险有没有被压到极低。就这一点，自检系统确实很有价值。这件事再往上看，就不只是地铁技术升级了。2026年7月12日，随着 Keppel、Cantonment、Prince Edward Road 这3站开通，环线终于正式成环。整条线大约39公里，33个站，12个转换站。这个变化对打工人很直接。像西部的 Kent Ridge、Pasir Panjang 一带，要去 CBD 或者 Marina Bay， 以后很多行程不用再绕去 Outram Park 或者 City Hall 转来转去，单程省下10分钟，并不夸张。别小看这10分钟，对一个高密度城市来说，这就是就业半径、住宅吸引力、商务流动效率。你少转一次车，通勤体验就会明显不一样。企业在看办公地点时，背后算的也是同一笔账，员工是不是更容易到，客户是不是更容易流动，区域之间的连接是不是更顺。更关键的是，环线成环不是单独存在的，它背后连着新加坡一直在推的 Car Light 方向。COE 这么贵，政府还敢持续压私人车依赖，前提就是公共交通必须足够稳。再看南部大临海区域，未来大量住宅和商业会往那边铺开，没有一条高可靠、可高频运转的地下动脉，整个规划都站不住。很多人看城市先进，只看地上那些很亮的地标，但真正让城市能扛住人口密度、土地稀缺和通勤压力的，往往是地下这些平时没人注意的系统。所以下次你坐在环线列车上，刷手机也好，打瞌睡也好，可以多想1秒，你脚下这列车可能正在用比人眼快得多的速度踢整条线路做体检。新加坡真正厉害的科技，很多时候不在展厅，也不在新闻发布会，它就在每天最普通的通勤里，默默把风险往前拦。它不一定会让你每次都惊呼哇，好先进，但它会慢慢把那种最烦人的不确定性降下去。对城市来说，这种能力比单次炫技更重要，因为一个成熟系统的价值，从来不是偶尔表现得很厉害，而是大多数时候让你感觉一切都很正常，正常到你几乎忘了背后有多复杂。环线这次终于闭环了，你最期待哪一段直达路线？还有，你觉得现在的新加坡 MRT 整体表现能打几分？如果你想继续看新加坡基建、政策和城市系统背后的逻辑，订阅我，我们下期再见。